一天清晨，这个男人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光是开篇第一句，你就能读出这本书的荒诞。但就是这么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却把社会奴役下人性的扭曲批判得深入骨髓，同时也把作者内心极度的孤独展现得淋漓尽致。更神奇的是，这本早在1912年完成的中篇小说，放到1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完美解释很多人在工作生活重压下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被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弗兰兹·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如果你也是这个嘈杂的社会中略显孤独和时尚内耗的那个人，看完视频你一定能从中找到最真实的自己。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虽然他非常讨厌这份工作，但没办法，父亲的债务、妹妹的学费，一家老小的开销都指望着他的那点薪水。这一点很像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耗在格子间里，被老板和甲方呼来唤去，还得赔上假笑，想辞职又没有勇气，毕竟肩上的负担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格里高尔就是这么一个社畜，纵使对工作满腹牢骚，也得对现实点头哈腰。不过这天早上，故事变得诡异起来。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身体变形了，但他对家人的爱和责任感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所以在面对如此大的变化时，他没有震惊，反而是担心怎么赶上出差的火车。但在吓跑了前来催他上班的公司主管后，就意味着他再也无法靠工作为这个家创造价值了。这对一个原本就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他终于可以摆脱讨厌的工作和社交，从照顾家人变成被家人照顾。但现实远不如预期来的美好，因为他发现在失去工作后也失去了一切。家庭的另外3个成员在看到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时，显然也产生了思想上的变形。他们把他囚禁在自己的房间，母亲见到他跑得跟兔子一样快，父亲用各种工具频频攻击他，妹妹也提议把他房间的家具都搬出来。你能想象吗？格里高尔曾经拼命工作养活的3个亲人，如今却把他当成累赘，当成负担，当成必须从家里消失的异类。格里高尔也曾试图恳求家人理解，但他所做的每次努力都让他与家人的关系更加恶化，也让自己伤得更深。直到有一天，妹妹演奏的小提琴被租客贬低，他冲出房间企图维护妹妹，但这一举动吓跑了租客，妹妹的耐心终于消耗殆尽，咆哮着要把格里高尔赶出这个家，还说如果他真的是格里高尔，应该主动离开，因为他早该意识到人和动物是不可能生活在一起的。这番话让格里高尔融入家庭的幻想彻底破灭，他在伤痛和绝望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但即便在奄奄一息之时，他仍然没有怨恨家人，而是满怀内疚和担心。反观家人的态度就耐人寻味很多，他们把这当成是上帝的仁慈，然后全家一起出去散心，开始新的生活。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我们用普通小说的视角看的话，会有很多疑问：为什么主人公会变成一只甲虫？作者想要通过变形这一超现实设定表达什么？我们可能只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悲剧，一个家庭的变故，但这种浮于表面的理解跟格里高尔的家人把格里高尔理解成怪物、异类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我们把视角转移到作者卡夫卡本人，转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就能发现作者通过一个极其荒诞的故事，剥开了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外衣，把人在环境重压下逐渐异化变得畸形的现象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或许荒诞的不是故事，而是社会；变形的不是肉体，而是人性。接下来咱们深度还原这位具有病态才华的世界文坛巨匠，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才让他想要通过变形这一极端方式来寻求思想解脱和自我救赎。1883年，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白手起家，凭一己之力积累了一定财富，这也决定了他刚愎自用、唯我独尊的专横性格。在家里，任何人都不能忤逆他的立场。作为长子，卡夫卡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宠爱，相反，脾气暴躁的父亲对他非打即骂，母亲性格懦弱，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卡夫卡从小就内向、胆小、孤僻、敏感，对周围的一切都深感不安。他甚至觉得自己在家里是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的存在。成年后的卡夫卡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没有写作，我会以发疯了却这一生。可惜的是，父亲对他这个爱好同样嗤之以鼻，所以他不得不听从父亲的意愿，去一家保险公司做法律顾问。这让卡夫卡无比痛苦。他曾这样描述：我站在通往办公室的狭长走廊上，每天早上被绝望侵袭。这简直就是所有打工人敢想不敢言的心声，对吧？后来他屡次想要摆脱工作，以便专心创作，却始终未能如愿，直到1922年因生病被迫退休为止。看到这些经历，我突然明白了《变形记》中变形的用意。
书中的格里高尔简直就是卡夫卡的真实写照，简直就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情感没有寄托、诉求无法满足的社恐最真实的愿望。咱们在压力大的时候，可能幻想过自己要是一只鸟、一条鱼该多好，不用上班，不用还贷，不用背负各种责任。或许某天早上一觉醒来的卡夫卡，一想到又要做讨厌的工作，见不想见的人，在那一刻他也开始幻想自己要是一只甲虫就好了。所以很多人认为《变形记》就是卡夫卡的精神自传，变形是卡夫卡想要逃避现实生活，通过创作进入内心生活的一种策略。他把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投射到虚拟的艺术世界中，而当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书写内心活动的时候，他才真正是他自己，而不是被家庭和社会摧残、苟活于世的异类。卡夫卡的一生都处在理想与现实、工作与创作、家庭与自我的矛盾冲突中，内心孤独和内耗到极致。但他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不幸的人。换句话说，这些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是跟卡夫卡同一时代的人共有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卡夫卡生活的时间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高度重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仅来源于电力驱动下的新生产模式，也来源于资本主义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所以当时的社会导向完全靠金钱来衡量，每个人都以物质多寡来决定自己的生命价值。这一点从他父亲只关心自己的生意中也能看出来。资本家们为了利益不顾一切地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把他们变成流水线上丧失主观意识的工作机器。咱们在聊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中提到，当时社会有个被称为工作伦理的戒律，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工作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不工作是一种罪恶，会被社会鄙视和抛弃。这显然是资本主义对压榨劳动力的反噬而已。如此一来，我们就明白了卡夫卡的家人都尊敬和惧怕父亲，却都不理解卡夫卡的原因。毕竟谁能挣钱，谁的地位就高，搞文艺创作那就是不务正业。就好比你大学毕业后跟爸妈说你不想上班，想打游戏挣钱，你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在物质至上的病态社会中，人们的道德逐渐缺失，人性逐渐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淡薄。就像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公司老板就是众多资本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上班期间，格里高尔不敢犯一点错，哪怕一丁点的疏忽都会招致老板的怀疑。5年里，格里高尔没有请过一次假，唯一的一次旷工就是他变成甲虫的时候。当然，这也直接导致了他被辞退的结果。父亲的权威无法抗拒，工作的障碍无法克服，内心的孤独无法忍受，坚持的真理无法追求。这些因素叠加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势必会造成思想上的变形。但卡夫卡没有选择跟随世俗，而是在变形记中以表现主义的手法完成了身体上的变形。在此之前，卡夫卡也多次想要跟这个世界和解。他在一封信里提到过这样一种感受：我被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与一切事物隔开，我没有一次不碰到它的边界。可见他多么渴望与外界建立联系，被世人理解和接受，但孤独始终是他最真实的处境。在变形记中，卡夫卡用更具象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曾3次爬出房间，力图与家人沟通。第一次，他想要解释自己的变化，但被父亲赶回房间，腿也被夹伤。第2次想跟母亲解释，又被父亲用苹果砸伤。第3次企图维护妹妹，结果引起了全家人的愤怒，在绝望中死去。或许每一次打开房门，他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鼓足勇气袒露自我。就好比你是一个内向又孤独的社恐，经历了长期的思想斗争后，你选择跟家人或者朋友诉说，得到的却是不理解的回应，可能是一句矫情，可能是敷衍的表情，这些都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向你敞开的内心。在确认了自己始终无法融入这个社会之后，卡夫卡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排解方式，把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精神需求都放在了文学创作上，而创作内容又是现实生活的困境最真实的写照。变形记借甲虫的视角看清了一个小人物因丢失工作变得没有价值之后，被社会和家庭抛弃的遭遇。审判通过一个无罪的人被逮捕、被审判、被处死的悲剧，诉说阴暗社会下无辜人民的悲惨命运。饥饿艺术家更是把自己化身为备受观众冷落的进食表演者，表达对写作这门事业的敬畏。正因为这些看似荒诞却无比真实的故事，人们普遍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到一种现代人的困惑，看清了自己被现实环境挤压变形的处境，以此来重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毕竟任何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都有可能遭遇突如其来又无力抵抗的打击，可能来自于并不完美的原生家庭，来自于不太顺利的工作经历，来自于充满波折的感情生活，甚至有可能来自于一场意想不到的意外。在这些卡夫卡式困境中，你不仅要承受巨大的内心痛苦，
还要顶住彻骨的世态炎凉。不过也正是这些困境，才能让你看清荒诞现实下最真实的一面，让你应对人生变故的羽翼逐渐丰满，让你更加重视和珍惜生命的价值。卡夫卡曾说，一本书必须是凿开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利斧，他就是用这把利斧凿开了社会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冰层，透过冰层，他建立了与精神世界的联系，探寻到活着对于人生的意义。而我们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利斧。所以在弗兰茨·卡夫卡诞辰140周年之际，把这本《变形记》推荐给所有的小伙伴。幸福感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状态。老板给你涨了薪水，你会很高兴；追了几年的女神终于约你了，你会激动的起飞；你打麻将把把胡也会感觉很爽。虽然触发点不同，但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对这些发自内心的渴望也是一样的。渴望并不会凭空产生，说来就来，不然就太没追求了。我们之所以会对一些事物产生渴望，要归功于一系列神经物质，比如多巴胺、血清素。多巴胺会让人充满激情和积极性，它是激发我们做某件事的动力和源泉。血清素会让人感觉平静安宁，是一种带给人治愈感的重要物质。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神奇的多巴胺是如何让我们产生渴望，甚至沉迷上瘾的。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的化学物质。这种脑内分泌物和人的欲望、感觉有关，它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如果多巴胺源源不断的分泌，人们就会持续产生幸福感，那种感觉就像……但是多巴胺可没这么好说话，它只有在某些触发条件下才会分泌。通俗点讲，就是你要打赏它，它才会为你服务。因此多巴胺被誉为分子界的金卡戴珊，就是那个令众多 NBA 球员魂牵梦绕的人。像开头提到的掌心、女神、开胡都是刺激多巴胺分泌的诱因，我们才感觉到兴奋和开心。我们还用卡戴珊来模拟多巴胺的作用机制，你给卡戴珊打赏，他对你笑了，你心花怒放；你不打赏了，他都不看你一眼，你开始失落消沉，就想再打赏他博他一笑。但当他第二次笑的时候，你发现已经没有第一次那么诱人了，这时你已经不满足于看他笑，开始想办法约他吃饭，之前送跑车，现在送火箭，如此一来越陷越深，从原来的渴望变成上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发生3种变化：敏化反应、脱敏反应和脑前额叶功能退化。大脑神经受到某种刺激兴奋之后，就会想要重复这种感觉，会对能产生此感觉的相关信息更加敏感，你会觉得卡戴珊比其他美女更有魅力，这叫敏化反应。当人们重复让自己兴奋的行为时，被刺激的大脑区域就会产生耐受性，产生的多巴胺和多巴胺受体会减少，所以你感觉卡戴珊第二次笑没有第一次那么诱人了，就是脱敏反应。而脑前额叶功能退化是导致人们控制冲动和预知后果的能力减弱，让人控制不住自己，从原来的渴望变成了上瘾。正常情况下，多巴胺分泌波动不大，虽然脑子会想，人们还是能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但如果牵扯上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家应该都懂吧？这里用 HDD 代替，多巴胺就会变得暴躁起来，人们也很难控制自己了。德国一项研究表明，经常看羞涩网站的人，其大脑负责奖励和动机的区域就会变得更小、更不活跃。说白了，就是会让大脑萎缩，变得麻木。这是因为浏览羞涩内容时，大脑会受刺激，加速分泌多巴胺。多巴胺的持续堆积会让大脑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久而久之，大脑阀值变高，一般的内容已经满足不了了，只有更劲爆的料才能让多巴胺继续分泌，引起兴奋的感觉。所以这种行为最终的结果就是让你越陷越深，对其他事不感兴趣，一边自责一边放纵。再来看第一个 D， 踏入 D 场那一刻，谁都别想全身而退了。现在网上有很多类似的平台，甚至会有人通过企鹅等方式加你好友带你玩，哪有那么好的事儿？萍水相逢，这还没相逢呢，就带你发财了，他是菩萨吗？其实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来钓鱼。刚开始较低的准入门槛，让你尝点甜头。当赢钱后，大脑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这时候你会盲目自信，赚500你会想赚5000就撤，赚5000你会想赚5万再撤。等你把钱全都投进去的时候，就变成那绿油油的韭菜了。最后一个 D 也是危害最大的，前两者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是直接带人飞上天，而且在它的刺激下，多巴胺的分泌量可能是前两个的数十倍，也就是人们会感觉10倍以上的快感。一旦尝试之后，人们就再也不会对其他事情感兴趣了。就像让你吃了一次满汉全席，再让你去吃馒头白粥，肯定难以下咽。当然，极度亢奋之后的空虚也是难以想象的，人们会想方设法再次吃满汉全席，要么在吃，要么在吃的路上，行尸走肉一般。说到这儿，好像多巴胺独自承受了这一切。其实读懂多巴胺的工作原理，我们就可以正向引导，让它为我们服务，带来积极性和幸福感。
除了奖赏能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挑战和希望也是多巴胺的心头好。我们上学的时候，面对难题都喜欢花很长时间钻研到底，当我们解出答案的时候，会感觉兴奋无比，这是挑战刺激多巴胺的结果。再比如创业，虽然每天忙到爆累到死，但想到公司将来会步入正轨，身体就充满能量，因为希望也可以促进多巴胺分泌。而多巴胺最讨厌什么呢？是按部就班，一成不变。每天工作生活机械重复，多巴胺就会罢工，整个人也会低迷消沉。既然多巴胺喜欢希望、挑战、奖赏，那我们就投其所好，让它乖乖听话。一、制定目标，让大脑有的放矢。那些没有目标的人，往往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持续的漫无目的会让多巴胺消极怠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不然人就废了。但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来看，完全不起作用，因为大脑的思想必须有一个焦点，只能决定想什么，决定不了不想什么。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白象效应。你不断告诉自己不去想白象，但白象始终不断地出现在你的脑海里，而如果你开始想白马了，你就会很快忘掉白象。这个白马就是我们给自己制定的目标，目标不必长远宏大，可以是当下可执行可完成的小目标，比如今天要记10个单词，这周要看完一本书之类的。在完成这些小目标后，多巴胺就会出来工作了，你会感到快乐和满足，也会想要继续实现一些目标，而这个状态就是那些积极自律的人的状态。二、不断挑战，培养游戏心态。我们都知道学习工作不会上瘾，但玩游戏特别容易上瘾，其实就是很好的利用了多巴胺。游戏不断增加冲关难度，越到后面的装备和奖励也更好，我们也会不断的冲关升级。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游戏，成长就好比打怪升级。如果我们把这种思维转移到工作生活当中，那原本枯燥的内容就会变得新鲜好玩。原定1个小时完成的工作，你可以挑战在40分钟内完成。计划每天跑5公里，你可以挑战6公里。挑战成功的畅快感跟赢了游戏是一样的。前期可以是一些小的挑战，然后不断增加难度，慢慢升级，从青铜到黄金，从钻石到王者。当这成为一种习惯，你会发现自己每天都充满能量。3、发现奖赏，充实生活中的小确幸。有了目标，习惯了挑战，还要持续下去，而这就需要我们适当打赏多巴胺。这个打赏可不是真的花钱买，奖赏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发现奖赏的目的是让你重视一些小的反馈，让你重拾生活中容易忽视的小确幸。比如看书，你可以分享给朋友，朋友的称赞就是奖赏。比如锻炼身体，看到自己的身材一点点变好就是奖赏。比如学理财，看到收益逐渐增加就是奖赏。再比如我做视频，小伙伴给我3连就是奖赏。你可能会说，这也算奖赏吗？当然算。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是不是会因为老师的一句夸赞而自豪，因为小伙伴给的1颗糖而开心？但现在我们忽视了一些小的奖赏，无法刺激的多巴胺，也就发现不了生活中的那些小确幸。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条件一般也可以很幸福，而有些人家境殷实还天天郁郁寡欢。多巴胺需要希望、挑战和奖赏，但它终归是一种化学物质，分不清我们给的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这需要我们去分辨，积极引导，合理调控，它向左或向右都得由我们左右。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单说幂律有些抽象，它是统计学的一个概念，表现为2个量之间成幂次方函数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幂律思维，我们得先从正态分布和幂律分布说起。假设有1000个人，统计平均身高是1.7米，然后姚明来了，说一起统计吧。他身高2.26米，这样算下来，平均身高变成1.71米，也就是仅仅提高了1厘米，对均值影响不大。另一种情况，有1000个人统计人均可支配收入，假设是10万块钱。这个时候马云来了，说也算我一个吧。再平均一下，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变成了1个亿。这个时候估计这1000人要骂脏话了。我们可以看出，在这2种情况下，统计平均身高是合理的，但是统计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没有参考价值了，因为真实的情况被少数特例篡改了。这2种模型就是典型的正态分布和幂律分布。在正态分布中，比如身高，绝大多数人是处在中间段，像姚明一样高的人不多，像武大郎一样矮的人也不多，而且最高与最低的差值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才有意义，能反映真实情况。这个模型中间高两边低，有点像一座山峰。但在幂律分布中，比如财富，这是赢家通吃的局面， 20% 的人掌握了 80% 的财富，而且最富的人与最穷的人的财富差值大到不敢想象。
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代表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性，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你会发现我们熟知的马太效应、长尾理论、帕雷托法则都是它的实际表现。两种模型放大来看，它们所展现的就是当今社会的两种现状，大到商业规律，小到个人发展。社会的方方面面仿佛被这两套系统无形地操控着。物理学家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在他的著作《炼金和爆发》中也提到过，世界由两个法则构成，一个是高斯法则呈正态分布，另一个是密律法则呈密律分布。你可能会觉得夸张，但事实的确如此。首先我们来看看正态分布的表现。在消费市场中，大部分产品的品质都是比较一般的，不好也不坏，品质好的产品只有一小部分，而品质差的不能用的也不多见。销售情况也是一样，品质一般的往往是卖的最多的，品质好的和品质坏的销量都比较少。在一些行业中，比如滴滴司机或者外卖骑手，每个人的时间有限，最多24小时不间断拉人送餐，但大多数都是正常的作息，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交际代工的，这里面每个区间的人数拿到的报酬也呈正态分布。密律分布就更常见了。从0到1这本书提到，在创投领域中，很可能回报最丰厚的那家公司比剩下的全部公司的总和还多，同样第二丰厚的公司则比它后面全部公司的总和还多。在 App 应用市场也是一样，前 1% 的公司占据了前 70% 的下载量和 94% 的收入，而剩余 99% 的公司只能争夺那 30% 的下载量和 6% 的收入。那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是正态分布，什么样的事情会呈密律分布呢？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概念，边际成本。通俗来讲，就是你每多一份产出，就必须要多付出的投入。比如你是一个理发师，你给一个人理发需要1个小时，一天即便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只能给24个人理发。再有人的话，就只能去对面理发店了。这个时候你的边际成本是固定的，不会随产出增加而逐渐降低，所以发展是有上限的。在这样的行业中，市场就会很分散，谁都能分一杯羹。那么这个行业就会呈现正态分布，赚大钱的人不多，亏大钱的人也不多，大部分都趋近于平均数。在公司上班的白领也是一样，你每多赚1块钱的工资，就得多付出相应的劳动，所以大部分是处于中间平均位置的，既不能大富大贵，也不会穷到沦落街头。而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你开发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付费 APP，1万个人下载跟100万个人下载，你的收益翻了100倍，但是投入没有增加，也就是边际成本几乎是0。在这样的行业中，市场就会非常集中，只要一家公司过了引爆点，就会出现赢家通吃，甚至形成垄断局面。这种情况在互联网行业最为常见。国内搜索引擎百度占据了 70% 的份额，电商行业阿里占据了近1半的份额。视野拉回到我们自身，为什么每天加班爆肝也不会升职加薪？为什么辛苦做生意也没有发大财？因为你采用的是正态分布模型，边际成本不趋近于0，你的上限就是可见的。你想获得更多的收入，就必须要增加相应的投入，等到没有办法增加投入的时候，收入也就停止了。这个成长轨迹很可能是线性的。可能有小伙伴会说，我朋友小王工作几年就做了高管，这怎么解释？很好解释，我们要从整体角度去看问题，而不是用特殊个例以偏概全。整体代表了概率，个例就是思维偏见。当然人人都想像小王一样升职加薪，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思维模式，把正态分布模型转变为密律分布模型。还拿上班来说，大部分人的思维是给多少钱做多少事儿，做多了也不会多给钱，而且做得多错得多，这不是找不自在吗？又或者计件类工作，滴滴司机、外卖骑手、流水线员工，我拼了命的做，报酬多 50% 就到头了，还不如自己支配时间精力，够养家糊口就行了。那密律分布模型的成长轨迹是什么样的呢？举个例子，小王来到一家公司，他认真好学，完成分内的事之外，还经常向领导和其他同事请教，甚至主动分担一些工作，专业能力、学习能力、执行力都很优秀。很快他对项目流程驾轻就熟，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出优化方案，再然后他学会了站在领导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些都被领导看在眼里。此时的他正不断接近密律分布的引爆点，机会来的时候，升职加薪的人自然非他莫属了。小王是个例，我们要透过小王来看站在密律分布顶端的人的普遍特质。这里总结了4个要点，我们一起来看下。1. 合理配置资源，抓住关键要务。20% 的富人拥有 80% 的财富， 20% 的访客贡献了网站 80% 的点击， 20% 的关键因素往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这 20% 的关键要务，然后将自己 80%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进来。跟投资有点像，股神巴菲特投资了众多公司，但是他挣的绝大部分钱都来自于重仓的少数几只股票而已。凡事都有轻重缓急之分。这里又要提到时间管理4象限了。
我们80%的精力都需要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不重要的事情尽量减少精力和关注。如果我们精力平均分配，那得到的结果往往也是个平均值，又落入正态分布的怪圈。2. 提升思维高度，长远看发展。重要且紧急的事情小伙伴们都知道，上班挣钱是重要的，但由于思维的局限，人们的目光很容易忽略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比如普通人的思维就是给钱干活，多给多干，少给少干，不给不干。但是上面的小王不断请教，提升能力，维护关系，优化方案，这些事情眼下并不能带来更高的收入，但是长远来看对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这些就是很重要但很容易被忽视的事情。心理学上有个时间贴现的概念，是指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对事情重要性的感知是下降的，所以只有把眼光放长远，才能克服时间贴现，逃离稀缺陷阱，用真正重要的事情来提升自己，逐渐拉开差距。3. 不断精进自己，趋近引爆点。在密律分布下，我们努力的目的就是不断趋近引爆点，机会来了，顺其自然的爆发，而这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来实现。学习就是一个重要但容易忽视的事情。很多人觉得学习无用，因为短期看不到实际效果，但学习也是符合密律分布的。我们听的课、看的书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思维方式，提高认知能力，强化专业技能，而这些也会使我们在工作中更好地做出决策和处理问题。你看有些人年纪轻轻，思想境界和认知水平远超常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他们通过学习站在了引爆点。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而这个准备就是看你是否已经处在引爆点。4. 深谙边际成本，增加被动收入。如何才能让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呢？或者哪些事情既可以提高产出，还不用投入成本呢？之前一段时间斜杠青年被动收入比较热议，而被动收入就是我们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可以自动获得的收入。有点像不劳而获，但在不劳而获之前，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劳动和积累。上班挣钱很明显不是被动收入，因为你一天不干活，老板就不会给你发工资。被动收入也是获得财务自由的一个重要条件。哪些才是被动收入呢？比如你是个包租婆，租金就是被动收入；比如你写了本书，版税就是被动收入；再比如你建了一个 blog， 访问量还不错，网页广告就是被动收入。还有哪些被动收入？欢迎小伙伴们补充。将资源投入到最重要的事情上，不断精进，让自己趋近引爆点，静待机会，同时降低自己的边际成本。如果上述4条你都可以做得很好，那你必将成为少数最有价值的头部赢家。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1995年的一天，一个叫麦克阿瑟·惠勒的年轻人大摇大摆地抢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银行，由于没有戴头套，很快就被捕了。但是他自己觉得难以置信，因为有人告诉他只要把柠檬汁涂在脸上就能隐身，而且他信了。警察也觉得难以置信，这种脑子纯粹是来送人头的吧。但我们可不能骂他傻，因为傻的人绝对不会认为自己傻，而且会理直气壮拿各种论据来反驳你。这并不是个笑话，而是个真实存在的心理现象，也并非极端少数，反而是极为常见的。比如公司每年年底的 KPI 考核都有自我评定部分，一多半的人会把自己排在前 5%。 比如大多数司机自认为驾驶技术牛叉，会骂那些超自己车的司机。再比如股票基金论坛里各种看空看涨，互相抬杠，互道傻叉的等等。1999年2位心理学家，一个叫邓宁，一个叫克鲁格，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对人们阅读、驾驶、下棋或打网球等各种技能的研究发现，能力差的人通常会高估自己的技能水平，而且不能正确认识到其他真正有此技能的人的水平。他们把这个现象称之为达克效应。邓宁将这一效应继续推广到一个人的能力发展，即学习一种新技能时将经历4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初学者往往会自信心爆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此时是站在愚昧的山峰。第二阶段，随着学习的进行，知道自己不知道，自信心会大幅下降，跌落到绝望之谷。第三阶段，在不断学习和提升之后，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知道自己知道，自信心逐渐回升。第4阶段达到了一定境界，就像高手中的高手，不知道自己知道，此时站在平稳的高原。我们会发现，处在愚昧山峰的那群人的自信，往往比处在高原区的大师还要高。他们会觉得自己很厉害，甚至会吐槽嘲笑那些大师。有趣的是，这个研究在2001年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不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到搞笑2个字儿，马上会联想到无厘头之类的事儿。但这个搞笑诺贝尔奖还真不是乱来的，评奖的人都是学术大咖。原本奖项英文名称的直译是另类的诺贝尔奖，
其目的是选出那些乍看令人发笑之后发人深省的研究。入选搞笑诺贝尔奖的科学成果必须不同寻常，能激发人们对科学、医学和技术的兴趣。所以这一现象并不是那么好笑，反而细思极恐，因为我们也许都在高估自己还不自知。2013年，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办的盛大音乐节期间，一档深夜脱口秀节目派出记者接受采访，捕捉潮流前线的年轻人吹嘘的镜头。记者随机采访他们关于一些乐队的看法，当然这些乐队其实是不存在的。令人惊讶的是，众多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陷阱，而对这些乐队高谈阔论，显得非常自信，来掩饰他们的一无所知。无独有偶，美国的赫芬顿邮报曾做过一项民意调查，向公众提出一些非常离谱的观念，比如太阳是围绕地球转的，买彩票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式，个子高的人跑步容易缺氧等等，让他们做判断。但是结果表明，每一条离谱的观念都有 20% 左右的人会盲目相信，这就是著名的无知1/5法则。也就是说，无论一个观念多么离谱可笑，在世界总会有 20% 的人盲目的相信它。有些人知识的匮乏，或者说认知的障碍，看起来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长短的原因。郭德纲说过，内行要是和外行去辩论，那就外行了。比如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的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煤。科学家要是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为什么会出现达克效应呢？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一个人在自己相对陌生的领域，只能看到也只能理解表面的冰山一角，完全不了解海面下的部分，也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产生了自以为知道的错觉。而且人们身边的人认知及能力往往与自己差不多，所以接收不到可以纠正和提升自己的信息，这一点强化了自己的错觉。即便偶尔遭遇了失败，由于基本归因偏差的影响，人们会把原因归咎于外部因素而非自己，久而久之，人们站在了愚昧的山峰还不自知。那如何克服达克效应呢？既然无知的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要摆脱自己的无知，就需要知道自己不知道和增加自己的知道。一、保持对未知的敬畏。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学生有一次请教说，老师，您的知识比我的知识多很多，可是您为什么总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呢？芝诺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2个圆圈，说，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圈的面积是你们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们多，这2个圆圈外面的就是你们和我无知的部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因此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知道的越多，也会发现自己不知道的越多。保持对未知的敬畏是突破自己的第一步。很多人盲目自信，除了让自己看上去可笑之外，也让自己固步自封，难以成长。他们往往用低维认知先入为主，对高层次的认知视而不见，跟你抬各种杠。很多杠精就是这种情况。相反，那些认知水平高的人往往更加谦和低调，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不断学习和成长，差距也就如此拉开。2、接受自己的无知。一位心理学家做了一个调查，让上百名受访者评价自己的驾驶技术， 90% 的人都说自己驾驶技术是中等以上，而很少有人说自己处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但是我们都知道，根据平均水平的定义，有 50% 的人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平，就一定有 50% 的人驾驶技术低于平均水平。很多人可能知道自己的无知，但不愿接受，这就需要通过另外2方面的努力去改变。首先，自己要放低心态，主动接受无知；其次，要扔掉面子，坦然接受别人的否定和批评。这可能是个挑战，毕竟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愚昧。可仔细想想，成长不就是不断推翻自己、重建自己的过程吗？就拿星河来说，回想5年前的自己，才发现之前的自己有多傻叉。如果我现在还没有发现之前的无知，并不是我之前有多厉害，而是我在原地踏步或不断退步。3、不断学习，扩充已知。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的认知都有局限，彼此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也有互不关联的地方。就像之前比较火的一款贪吃蛇游戏一样，你吃了别人的蛇，才能让自己变得更长，而这个长度也决定了你能吃掉的蛇的长度。了解星河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我不止一次地提到学习的重要性，但总有人坚持读出无用论。我一般不会反驳，因为认知水平容易提升，但思维方式很难改变。巴菲特、比尔盖茨每天都会保持阅读的习惯。科里在《富有的习惯》一书中也提到，88%的富人每天至少阅读30分钟，内容以自学和自我提升类阅读为主。富人阅读是为了获取知识。你看，成功人士都在不断扩充已知，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理由拒绝成长呢？想站在持续平稳的高原，就需要先跌入绝望的深谷，再慢慢攀爬。这个过程极其痛苦和漫长，也会遭到站在愚昧山峰上那些杠精们的嘲笑和攻击。不必理会，等你真正的爬上去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离杠精太远，已经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